大家好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害你们跟我白高兴一场。是这么回事，就我发视频那天，是我老公被告知9号去领签证，然后我当天就买了他们从温哥华回厦门的机票，然后就开始逮谁跟谁说嘛。反正当时就是连蹦带跳，锣鼓喧天的整的，这咋整？这个性格憋不住。然后呢，该取签证的时候，人工作人员告诉他说，我们的政策有调整，你还要继续等待。完，他就跑签证中心去了，说我该拿签证了呀，我是大胖媳妇啊，我又没有犯罪记录，我最多曾经在中国上厕所朝右，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啊。他取签证的时候呢，正好是中国时间后半夜，那我完全睡不着觉，我在那点外卖都给人外卖小哥发红包，想给人介绍对象。我当时就给自己订去厦门的机票嘛，我寻思就知道他们在哪个宾馆住，我就在宾馆附近溜达，就知道哪个屋住的是我姑娘，我就已经哎呀妈呀，太幸福了，就鼓浪屿之歌。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没领着签证。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拿着。我当时那感觉啊，就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感觉有人拿铁锹在我后脑勺梆一下拍了一下子，说出来你们都不信，就太像这个狗血电视剧桥段。我当时鼻子一酸就冒鼻血了。反正总之吧，就感觉之前这1年多其实比这好听，就是不知道希望在哪儿了。这回是希望已经放在你面前了，就把我都吊起来了，完啪嚓摔稀碎。但这期间有一个事儿，我还是想跟你们聊聊我的感悟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听听。就我老公领签证没领着，回家跟我婆婆一说，我婆婆当时就给他儿子抱住了。我的上帝呀！我的儿子，你一定非常难过，你一定非常悲伤。你要相信我，完全能理解你的悲伤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？想哭你就哭出来吧。这该死的命运。然后我跟我妈说完呢，我妈的表现应该和你们的父母也比较像，就表现得很理智、很稳定，就跟我说你呀，肯定现在心里不好受，但是你还是要坚强。你虽然见不着你姑娘呢，但你知道这孩子是健康的。那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比你惨，那比如那非洲还有很多妈妈的孩子饿肚子的，没有水的，有病没钱治的。人家都活着呢，你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坚强？我当时就想是有道理，我没有理由不坚强。后来我一想，是这个世界有肯尼亚饿肚子的孩子，有也门生病的妈妈，还有铁岭俺家楼下生下来就对眼的狗。但这都能说明什么呢？这只能说明这个世界很大，有很多悲惨的事发生。但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有人过得比你惨，人家都没死，你就没有资格悲伤软弱。就是整个东方的文化和西方就是不一样的，就咱们更讲究这个内敛含蓄。咱们从小受的教育，就你们的父母可能跟我刚才描述的也比较相像，就他们总是教育咱们，你做的再好，你也不要过分开心，总有人比你做得好；你受伤了，你也不要过分脆弱，总有人比你还惨。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，你开心了就是开心了，你难过了就难过了，软弱了就软弱了，脆弱了就是脆弱了。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参照物才能让你的情绪合理化呢？你的情绪本来就都是合理的，你的悲伤、你的不忿、你的自豪、你的快乐、你的欣喜若狂都是合理的。就包括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考双百，我觉得我要是考双百，我得老开心了。但结果我考双百那回呢，俺班有6个考双百。我回家就不能再开心了，因为我知道我班主任嘴欠，已经跟我爸妈说了，所以我就只能跟我妈说，妈妈，我不会自满的，我一定要朝谁谁谁努力，因为他连着3年都考了双百。后来我想，我考双百我已经做到足够了，我用啥不开心呢？他连着考3年双百能咋的？高考也不是积分制呢。所以我不是想借这个视频让你们跟我一起悲伤啊，就是我最难过那几天已经过去了，而且我相信这些事都能过去。我就想鼓励你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情绪，为什么非要喜怒不形于色呀？总有人过得比你惨，还无比坚强，也总有人比你成功，还无比努力。但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的人生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想开心你就开心，想脆弱你就脆弱，不要自己绑架自己。哎，你说外国人真像说的那样不讲究孝道，不懂得惦记老人吗？我觉得吧，以我自己的观察哈，欧洲一些国家，你比如说意大利，那家庭关系还是挺近乎的。但是英语语种的国家，起码就我看着的大多数哈，确实是淡。大多数的孙辈对爷爷奶奶倒是客气吧，但是根本说不上什么惦记或者牵挂。那你说他们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是天生的漠然，是血统的野蛮，还是人性经不起英伦美食的摧残？都不是。其实他们骨子里头也是渴望被爱的。你看我大胖媳妇自己亲奶奶中间名叫啥都忘了，那跟我爷我奶奶老铁了，因为她从来没被人像我爷我奶心疼她这么心疼过，一被疼找不着北了，也是个可怜人。我像爷爷奶奶。以前就我奶身体比较好的时候，特别爱给我老公包馄饨，就是我老公这边喵喵吃，我奶那边啪啪撑。然后有一次我这大胖媳妇自己造了4大碗馄饨，完告我奶奶，我吃了你4个碗，给我奶乐的一整就在楼下跟那帮老太太搁那吹。俺家这小孙姑娘就爱吃我这份馄饨，吃别的都不行，反正一吃我这馄饨一整4个碗，不给不行。从此我老公每次在我奶家这小区出没，你就能听见楼下那帮老太太叽叽咕咕，哎，4个碗来了，4个碗，哎，这4个碗这么胖呢，肚子上像顶4个盆。后来有一年假期，我们回铁岭，我奶呢就脊柱出了毛病，就是一动就淌一身汗，那假期基本就是瘫痪在床。那是俺俩第一次回到铁岭，没吃着我奶做的饭。
完我以为就这样了呢，没想到我奶给我叫到她床边，她不起不来吗？她起不来，她枕头旁边她自己准备个小纸壳，纸壳上面放的她吃的馒头啥的。就这样，她还告我，就这2个月吧，她自己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重。但还没有这么重的时候，她就天天寻思，就这回小姐妹回来是不是吃不着这4个碗了？完，她就能挺住的时候就起来包馄饨，就真的一天包一点。现在冰箱冷冻里头全都是馄饨。我奶告我上厨房去给我老公下，要保证小姐妹还能吃着奶奶的4个碗。哎，我这大胖媳妇儿哈，你平时看她贱乎乎的，哎呀，在感情流露方面小硬汉，从来不哭。就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第一次抱住她的女儿，居然整一个你脐带挺硬啊，我差点没剪开，都没哭。但那天打开冰箱的冷冻哈，我真看着她的眼泪真是夺眶而出。完这2年呢，我爷也开始有这么一点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状。我们都认为那这个病你也没办法，就我老公天天就磨着我爷问他，你年轻时候风流倜傥的时候你都喜欢干啥？完我爷告诉他，我当年也拉过2个月二胡，后来因为就文艺队就跳舞领队那女的老冲我飞眼儿，完这活让你奶给搅黄了。结果我老公当天给我爷买了个二胡，说要刺激他大脑，刺激他回忆。我一听这思路，基本就是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边的可云疗法，就是拿往事刺激他，不要碰我的宝宝。我奶呢本来就失眠严重，这回可有戏了。但这事儿呢也有受益人，就他家隔壁有个老太太，脑血栓后遗症正在恢复期，就应该多出去挪动一下脚步。但这老太太呢就有点懒，不爱动弹。这回好了，我爷一拉二胡他就跑，给后遗症给拉没了。我估计就照这架势，明年能报名，这就是该舞。完上次我在伦敦的时候，不收着一个必胜给我的洗衣机吗？我大胖媳妇的稀罕嘛，就说要给爷爷奶奶整一个。其实我都不用多说这玩意儿有多酷炫多高效了，一边吸尘一边拖地，干的垃圾走高效吸尘路数，湿的垃圾走吸入加脱净的路数，一趟下来各种品种的垃圾灰尘都搞定。关键是拖完地的同时，人家也就完成了擦干。老人在家也不用担心拖完的地滑容易拽。你看给我爷我奶乐的，我爷一会儿又要拉二胡副歌一首了。关键是人家必胜干完活还能自己洗澡，你清洁液往里一倒，人给自己搓干净的。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这大胖媳妇给自己摊上点事儿。就我爸帮我爷我奶安完这玩意儿，人撂话了，说的那怎么的，就我这姑爷对我这老丈人是怎么的呀？就我就不配拥有他的问候吗？前天大胖媳妇自己攒钱掏钱给俺家买了台车，从上个月开始，她就天天跟我磨叽要给自己买台车，每天睁开眼睛就刷测评，追求的风格是低调但是吸睛，谁也不敢惹。但其实我完全就没当回事，我知道她存款多少，连个报废的捷达都买不起。结果前天我刚下班，我同事跟我说姐夫给我们都打电话了，说让你准备好，他提车了，今天要接你下班，然后要带你去兜兜风。然后姐夫真的来了。来这吗？差点给我推沟里，然后在路上他们的姐夫给我讲了，这是他偶遇的一个老头卖他的，跟我说那个老头特别好，他卖别人2000他都不卖，就看我这个老外识货，觉得跟我有缘，卖我800，以后我就开这车，咱家正好有停车位都没用上。我说咱家停车位旁边停的车是迈巴赫，你停迈巴赫旁边啊？他说多般配啊，他是迈巴赫，我是卖800，卖800。我刚开始有点生气，后来我想随便吧，他快乐就行。结果好景不长，晴天霹雳，昨天他想开他的豪车去买菜，被保安给拦住了，警告他说他开的这个车现在是过渡期，让他注意，他这个车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，也就是说他买了台车还剩21天可以开。我一听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生气，你说买个车就剩21天砸手里了。没想到他的第一反应是，那就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仅有的21天吧，让这个车被废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死得其所，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然后就开始天天开，每天北门接早达，南门接张大铁，还帮物业送过2趟电闸钥匙，一天给他乐坏了。但这个车一开快，他漏风，他还舍不得买个新羽绒服，穿那个旧的冻的不行。我说你去抖音商城双12好物节呀，现在活动便宜不少，我给你买这件才不到600，点商城或评论区棉袄棉靴这些冬日超值好物都没满150减20，特划算。为了完美利用这21天，他去接张大铁放学都得先在幼儿园门口过3遍。爸爸去哪里了？爸爸去哪里了？主打一个三过校门而不接，子欲上而亲不待，亲不待，一天天的开的老开心了。我看着他开心，我是尊重，但有时候我确实也憋不住，不得不实话实说。他开车让我在道边看他，问我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车像一个行走的大头贴？你在外面看就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有点快乐。我说句实话啊，你吧把车装太满了。我们从外面看呢，感觉这车像行走的另一种照片。从这个车旁边过，你说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快乐呢，不是很恰切。更准确的说，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安详。